台积电变成美积电，美国似乎在为中国的统一而布局。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一趋势呢？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美国人在讨论如何面对中国统一的前景时，除了表达对武力干涉台海事务的担心和胆怯，还对中国将控制台积电严重不安。道理很简单，拜登政府把高科技竞争当成是中美战略竞争的重点，而高精尖的芯片加工技术如果被中国掌控，美国将彻底失去希望。所以，美国如何应对中国统一，我们还不能只看美军是否会武力干涉台海事务，而是要看美国如何破解台积电这个可能被中国大陆管控的王炸。该来的总会来。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日前对媒体证实，该公司在美国不只是生产5纳米芯片，还将生产更为先进的3纳米芯片。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台积电在中国大陆只布局28纳米的芯片生产线，差距一目了然。不止如此，台积电还将从台湾派出大量工程师赴美，飞往美国的航班上甚至还包括工程师的家属，甚至1000名顶级工程师直接成了美国人。那么这么玩下去，美国就实现了从台湾将钱、芯片、加工技术和人才全部挖走的结果，从而达成美国破解台海军事危机对芯片安全的担忧。台湾媒体发表社论称，台积电赴美设5纳米的工厂就不是自愿的，因为张忠谋多次表态，美国生产的芯片成本是台湾的2倍以上，而现在又突然公布要投资3纳米工厂，完全是把台湾民众当成了傻子。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台积电将最核心的技术搬往美国的局面呢？首先，这从一个侧面证明台积电对美国技术的依赖是非常强的，或者说仍然离不开美国。其次，美国推进芯片自主战略是玩真的，而且给了台积电相当可观的补贴。你也可以理解为，美国给台积电的诱惑也非常大。现在的局面是美国让利诱惑和打压双管齐下的结果。第三，台积电将3纳米工厂部署到美国，更大的可能是这家公司与美国在应对台海军事危机问题上的不谋而合。台积电在面临可能到来的台海军事冲突时，需要将产业分散部署到多个国家，这才有了在美国、日本布局的情况。我们又该如何来应对台积电的选择呢？目前恐怕还没有太多的好办法，或者唯一的办法就是提升中国大陆自己在芯片加工领域的竞争力。不管台积电如何布局，其最核心的产能不大可能离开台湾岛。我们也没必要去谴责一个跨国公司进行产业布局调整，反而要进一步加强台积电在中国大陆工厂的合作，为双方在统一之后的配合打下基础。3纳米级别的芯片主要针对的是消费市场，也就是用于手机和电脑等电子产品。未来非常有可能出现产能过剩的局面，中国大陆只要按部就班的提升芯片的自给率，就能降低对台积电的依赖。当然，我们也可以多想办法到台湾岛挖人才，毕竟吸引人才比吸引投资和加工技术更重要。总体而言，台积电在美国的布局很可能是双方应对统一前景的结果，我们对此一定要有自己的打算。台积电是一家民营企业，同时也是中国人所拥有的企业，我们要有足够的心胸来看待其全球产业布局，同时也需要中国大陆的相关企业奋发努力，科研创新，追上世界先进水平，以打破美国的封锁。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